迈克尔·杰克逊的小儿子 B.J. Jackson 拍摄的短片《Rochelle》在圣莫尼卡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剧情电影奖。消息传出，无数网友泪目。坦坦、B.J. 都长这么大了，左三为 B.J. Jackson， 昵称坦坦。估计不少人印象里的坦坦还是天真可爱的小正太。当被迈克尔·杰克逊问到长大后想做什么时，稚嫩的坦坦回答电影导演。没想到长大后，他竟然真的实现了梦想。如今再看到这张图，粉丝们只觉恍若隔世。一眨眼，迈克尔·杰克逊离开人间已经14年多了，而当初被他爱如珍宝的3个孩子也纷纷长大成人。2002年2月21日出生的 B.J. Jackson 是 MJ 最小的儿子，他毕业于美国私立大学巴克利学院，迄今为止没有公开过自己的 ins 账户。坦坦从小到大都留着一头长发，再加之小时候的模样和父亲惊人的相似，因此即便是 MJ 孩子中最低调的一位，他也人气颇高。MJ 原本给他起名 Blanket 毯子，但中学时期坦坦因为名字在学校里常常受到其他孩子的霸凌。13岁那年，坦坦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 BJ， 还去学了空手道保护自己。即便学生时期过得不那么如意，他的基本功课也门门都优。他爱好读书，但性格一点也不内向，和朋友家人都很能聊。现在更是成了一名优秀导演。如今的坦坦每次出现都是一副胡子拉碴的模样，没有什么天王之子的偶像包袱，只有少数几次和哥哥姐姐一起公开露面，才会好好拾掇自己。但面对媒体的镜头，仍然有些腼腆。长大后，坦坦已经和小时候的模样迥然不同，只剩眉眼还有几分故人之姿，令网友生出无限感慨。坦坦的哥哥 Prince 和姐姐 Paris 都是 MJ 和前妻黛比所生。今年2月13日 Prince 才度过了自己的27岁生日。在12岁以前， Prince 过着名副其实的王子生活。在他出生的头6个月里， Prince 由6个保姆、6个护士组成的小组护理，该小组每8小时轮班一次，这样确保了 Prince 不断有2个保姆和护士照顾他。在他的房间里还安装了视频监视，可随时看到 Prince 的安全，监控对婴儿的照顾情况。 MJ 还专门设立医疗团队评估 Prince 房间的空气质量。记得有次采访，主持人在问完 MJ 狗仔跟胎对他生活的影响后，说到有关孩子的话题，前脚还愤懑不已的老麦一瞬间就软化下来，他的眼底尽是温柔，害羞地说自己已经深陷9个月大的王子。当他哭的时候，为了防止他哭，我得站在他面前跳各种各样的舞，然后他就破涕为笑。高兴起来。比 Prince 小1岁的 Paris Jackson 出生于1998年4月3日，作为老麦唯一的女儿，小巴黎同样备受宠爱。MJ 没有童年，他8岁起就被父亲包装出道，童年记忆里除了排练，就是父亲对自己无数次的打骂。我没有一个正常的童年，没有圣诞节，没有生日，也没有童年应有的快乐。即使我用童年换取了事业上的成功，但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我不可能重塑这段人生，因为不曾体会过，他才更想让孩子拥有这份快乐。在小王子出生不久， MJ 说，言语无法形容我的感受，我受到了无法理解的祝福，我将不懈努力，尽可能成为最好的父亲。 MJ 也确实做到了。王子和小巴黎不仅物质上什么都不缺，还得到了父亲完完全全的宠爱。只要一有空， MJ 就会亲力亲为照顾孩子，包括为他们梳头，教他们唱歌。小巴黎2岁的时候， MJ 还给他和王子写了首歌 You Are My Life。 因为孩子，迈克尔·杰克逊也开始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在家里， MJ 和孩子们相处的就像好朋友，几个幼稚鬼经常凑在一起做恶作剧、玩游戏。在家里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父亲，他也会对孩子言传身教，教导他们懂得感恩。直到6岁时， Prince 才知道爸爸的名字是迈克尔·杰克逊。 MJ 说，我不想让这改变你们的为人，你应该始终保持谦逊。从孩子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的每个重要时刻， MJ 都会记录下来，但他并不想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孩子，
主持人 Barbara Jill Waters 曾说 ，MJ 就像是在一个鱼缸里长大。MJ 也承认，我这一生都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，我一直都为我的生活奔逃、躲藏，我将不会允许这再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。Prince 和弟弟妹妹每次跟着爸爸出门，都得戴上面具。他曾告诉我们，面具是为了保护我们，但是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他说保护我们是什么意思。拥有 MJ 这样的父亲，他们的童年无疑是幸福而完整的。然而2009年6月25日这天，巨星陨落，世间再无流行音乐之王，孩子们的幸福在那一刻戛然而止。同年7月7日，在缅怀 MJ 的追悼会上， Prince 兄妹三人首次公开露面。此后，随着父亲离世，他们被曝光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大众讨论他们的肤色，有关他们不是 MJ 亲生骨肉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。曾经喜欢编造 MJ 的各种不实消息的狗仔，如今长枪短炮对准了他的孩子，一开始被迫直面这些无稽之谈的指控。王子和小巴黎还很震惊和无措，到了后来，他们逐渐麻木。作为迈克尔·杰克逊的孩子，被谣言包围，被狗仔窥探，仿佛是他们逃脱不了的宿命。没有任何事比失去父亲的庇护更糟糕的了。Blanket 年纪最小，感到非常痛苦的他，只是一直哭。Prince 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创伤，迟迟不能走出丧父阴影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对父亲的事闭口不谈，甚至不看有关父亲的任何录像带。而 Paris 将自己的卧室贴满杰克逊的海报，每天穿着父亲的衬衫，写很多想念父亲的日记。他靠暴饮暴食宣泄内心的痛苦，却被穷追不舍的狗仔拍到青春期丑照，发到报纸头版，网友们纷纷嘲笑小巴黎是个胖子，有的还说他毫无父亲风采，真的很丑。这些网络暴力让 Paris 一度无比自卑，陷入自我怀疑。我那时自尊心很强，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，也不值得再活下去。几次轻生未果，随着年纪渐长，他才想明白，作为传奇天王的子女，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，我现在没有，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私人生活。私人已逝，活着的人总要更坚强，才能带着爸爸那份继续好好生活。所幸在熬过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后， MJ 的孩子们都成长得很优秀。2016年 Prince 还在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就读时，就成立了影视公司，为其取名为国王之子制作公司。随后他作为制片人，为说唱艺人 Omar Bati 和一些乐队组合制作了音乐录影带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追随了父亲的脚步，致力于慈善事业。他在洛杉矶创办了慈善基金会，直到现在还在帮助当地被遗弃的孩子和无家可归的人。我的父亲经常强调，要感恩自己拥有的一切，因为有些人没有你这样的幸运。除此之外， Prince 还有一个恋爱6年多的女友，而 Paris 则在18岁那年与世界顶级的 AMG 模特经纪公司签约，成为了一名超模。初次亮相，气质瞩目的小巴黎就惊艳了一众网友，也许继承了父亲热爱音乐的 DNA。2020年6月，他还和歌手 Gabriel Glenn 组成了乐队，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 EP。如今他已经发行了20多首歌，吸粉无数。4岁时， Paris 在 MJ 面前许下的生日愿望是：我想做你在做的事，像爸爸一样唱歌跳舞。22年后的今天， MJ 虽然不在了，但他却依然实现了跟爸爸说的梦想。如今的小巴黎在舞台上就像一位自信的女王，她已经完全从阴霾中走了出来，重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。工作之余， Paris 也不忘做善事。他曾在 MJ 遗产公司的帮助下筹集了5000多磅救援物资，帮助受飓风影响严重的波多黎灾区。即便经历过无数陌生人的恶意，她依旧是那个内心温柔的小姑娘。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。 Prince 和 Paris 的经历也许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。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在认真对待生活。迈克尔·杰克逊曾经对孩子们说，你们以后选择要走的路，注定会遇到不少糟心的事。有人爱你们如痴如狂，也有人恨不得毁了你们。如果你们真的准备好了，
那就去吧，要做得比我更好，也要知道你所追求的。而如今3个孩子也却如他所期待的那样，谦逊、善良又博爱。如果迈克尔·杰克逊还能看到，一定会很欣慰吧。